哎呀，穿越到修真大陆玄阳派，居然因为根骨不行，没法修炼。哎，我的穿越者金手指呢？哎，小十一。哎，师姐，我给你个宝贝。什么？看，这是青灵丹的丹方。我知道你根骨差，既然不能修炼，那就另辟蹊径，成为一个炼丹师。这丹方上面有炼丹法门，你好好学哦。好，拿着吧。我走了啊。谢谢师姐。恭喜宿主开启丹药造物工厂！我操，金手指来了！欢迎来到造物工厂，在这里你可以建造流水线生产丹药。丹药还能流水线，那我岂不是发达了？还是生成仙丹的工厂？先发布任务：1级流水线生产1品青灵丹，完成任务可升级造物工厂。这青灵丹的炼制需要不少药材，为了让这工厂运转起来，我只能找小师姐带我去趟方氏。嘿嘿。二位客官要什么药材？小店的百年当归刚到。你们是不是要收购青灵丹？不错，二位是要出售？不是，我是来跟你谈合作的。合作？你们宗门弟子也会和我们这些市井商人合作？说吧，怎么个合作法？药材你们出，我来帮你们炼制，最后成的丹药咱们5-5分账。好小子，你空手套白狼啊！我见过无耻的，没见过你这么无耻的宗门弟子。既然吴掌柜不愿意合作，那我们换一家便是。哎，但你记住，回头可别求着来买我的丹药。哎，等等，既然玄阳派的弟子要合作，我也不便推辞。但我是个商人，这亏本的买卖我可不做。来，我这儿有个28分账的合同，炼丹用的炼丹炉、地火，还有青灵丹的药材，我全包了。哼，吴掌柜不愧是个商人啊，28分账，一点亏都不吃啊。28分账，你咋不去抢啊？28分账，你咋不去抢啊？我提供所有的东西啊，从药材到丹炉，28分账还不合理啊？行啊，那我免费帮你炼丹药。小十一，你疯了！上次你炼药炸了3个炉，爹爹还罚你扫1个月山门呢。没事儿，我心里有数。这样，我免费帮你炼制，但是你要提供药材，还有100个下品灵石，当做启动资金。这征集令上的300颗青灵丹，我全帮你炼出来。100个？你疯了！再说了，这可是300颗青灵丹，你一个人能炼出来？小十一，你……放心，吴掌柜啊，我可以拿师门的名誉担保。要是您还不信我们可以走啊。但你记着，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。好啊，我倒要看看玄阳派的弟子有没有这么大的本事。哎，吴掌柜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师弟这有点问题，我们有事先走了。哎，别动，听我的。小十一，你能不能不闹？我不许你拿师门开玩笑。放心。小兄弟，你可想清楚了？你确定用师门的名誉做担保？当然，我现在就可以签字画押。好。哎，小十一，这钱要是赔了，咱们玄阳派就彻底完了。放心，我心里有数，别管了。好，年轻人痛快。这是100颗下品灵石，这是炼制300颗青灵丹的药材，你说好？好，没错，你等着收货吧。哎，你先别走啊！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就算你恨我爹，你也不能连累玄阳派啊！我娘对你不好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少装了，你就是想毁掉玄阳派。你这么做对你有好处吗？
我都能想到吴掌柜带战手来要钱，我爹被气晕的样子。哎呀，我这都是为了玄阳派好。放心，相信我，别问了，走，带你去吃你最爱吃的酱牛肉。走。哎，真是个小哭包啊！等等我。原来控制键在系统里啊！经验加5，经验加10，经验加3，经验加10，经验加10，经验加5。10枚丹药获得43点经验，难道每枚品质不一样？哈，搞定！哈，1枚深，3枚浅，其余白中透绿啊！哈，原来不同品质的丹药经验值真的不一样。请注意，每获100点经验值，提高高品质丹药出炉率。当前一品完美级1/1000，典藏级10%，稀有级50%，精炼级100%，普通级839%。第1炉就炼出稀有级清灵丹，哈，太棒了！现在有43点经验，再练几炉就能升级了。得赶紧接着练。哎，天快亮了，得抓紧练。差不多了。一个晚上练出一小阵的量，牛啊！普通级200颗，精炼级65颗，稀有级30颗，还有2枚典藏级，完美级1颗没有。300颗清灵丹，1颗完美级都没出，这什么垃圾爆率啊！怎么有这么浓的药香？可能是丹房太久没炼丹残留的吧。咱们修真者炼丹不是强项，要不是文王争清灵丹，我10年不进这丹房。这还有余温。你昨晚来过丹房？不可能啊，师傅，我炼丹术浅薄，根本炼不了1炉。那会是谁呢？高手会看上咱们的破丹炉啊？不会是楚大发吧？上次炸炉的教训还不够，他跟着我最久，根本不会炼丹呢。是啊，师傅，他连点火都不会。这段时间没进项，愁死我了。再这样就得关门了。掌柜的，我有大生意找你。你来干什么？嗨，怎么跟大爷说话呢？我告诉你，一会儿让掌柜的给你开喽。哎，去，怎么你的丹药炼制完了？练好了。怎么可能？这才1天，你不吹牛你能死啊？你要是真能练出来，我把我的店送给你。真的吗？开个玩笑，丹药呢？我看看。真香啊，掌柜，清灵丹这么香。哼，哎呀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一天竟炼这么多？我这儿还有好货，一块卖给你。不过不按之前约定，普通丹药已经够交付了，剩下的得加钱，我可以给你折扣。啊，这是精炼级聚灵丹。我还有呢。这一瓶品级更高。啊！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不就是稀有级丹药？我就知道你会这样。哦，小兄弟，我还有清灵丹的药材，得加钱。哎呀，加多少？稀有级清灵丹1颗1500，一斤药材能炼10颗，药材200金币，我卖你1000一颗。但是
药材你得按进价给我送。你这不是对半分吗？1000也忒多了点儿。哎，没了我，你上哪儿这么快的提货？我这边能保证每天不少于100枚的产量，你给我提供一个炼丹的地方。每天100枚啊？你开玩笑吧你？你自己数数，这里边几乎就100枚，除去损耗95颗，不信自己点点啊。啊？好，我答应你，我现在就去小镇给你整名额。好，稍等一下。哼，这是20斤药材，这是50颗下品灵石，你收好。合作愉快。这么厉害的炼丹师，绝不能放过。楚大发这小混蛋还没回来。别生气了，今天是好日子，我备了新衣，你和老大卖丹药，我带老三去入门考试。你们先去准备，下山先卖丹药。是师傅。哦，哎呀，哎呀，楚掌门，你怎么亲自来了？快，里面请。婵儿，之前的丹药订单完成了，算账吧。哎呀，楚掌门，我们现在只收极品清灵丹，这批就先不收了。你之前说收我们的，现在反悔？有极品丹药就裁我们，诚信呢？够了，我自会要收法，你们先回吧。啊，楚掌门，后院谈吧。啊，小十一之前说要给吴掌柜炼丹，难道抢了买卖的人是小十一？哎呀，这一批炼出来差不多能赚100多灵石。你师傅来了，我被逼说了你的事儿。哎呀，算了，瞒也瞒不住，早晚他都会知道。带我去找他。楚公子这边请。师傅，小十一你，哎，闺女，别掺和。小十一，过来。跪下。哎，师傅，你误会了，我是来炼丹的，我想给师兄师姐凑考核费啊。没修为怎么炼极致丹药啊？简直是胡闹！爹爹，小十一是不会撒谎的。楚掌门，这楚公子确实借了我家炼丹炉和地火，可这清灵丹的药香他骗不了人呐。我不信，带我去丹房。这么大的丹炉，师傅，您闻闻，这是不是清灵丹的丹香？一品丹药不用修为，只要掌握好火候和药材，一样能炼。这香是极品丹。你小子怎么不早说呀？你也没给我时间解释啊！哎，师傅，我炼了这么多丹药，你不会还要罚我吧？回去再说。小十一，这次丹药挣了多少灵石？不多，赚了100多颗下品灵石。100多，这可是门派2年花销啊！小十一又在吹牛皮了。100多颗，你当我傻？把灵石拿出来。这么多颗灵石，我的天，这么多！师傅，给门派添补家用。老大，拿着灵石去报名。这次托大发的福，大家的报名费都有了。大发，你也跟着去。虽然未必能参加选拔，但是机会难得呀，出去见见世面也好啊。小十一，你哪来那么多灵石啊？不会干坏事了吧？小十一，吴姐呢？想要个银子？都是炼丹药赚的，回头就给吴姐买。臭十一，赚了钱都不告诉我。师姐，回头我给你买只金簪。谁让你买？小十一，也给师兄买个玉佩。玉佩我也要，还有簪子。臭师弟，算你还有点良心。我也想要。
师娘，哎你怎么来了？大发，你怎么起来了？我来做饭。哎，师娘，你怎么亲自下厨啊？以后啊，家务我担着，你好好修炼。听说紫云楼选拔快到了，你去见识见识。前世是孤儿，师娘的温柔就像妈妈，这话要说出来啊，确实有点太矫情了。师娘，还是我来吧，以后去了紫云楼就没时间再孝敬你们了。哎呀，别熏着你了，我一个人忙就行啊。谢谢师娘。老大，我和你师娘不在，你照顾好师弟师妹，考核对得起自己就行啊。师傅，我一定照顾好。你小子把做生意的脑子用在修炼上，早就成高手了。快去吧，我们等你。师傅，能不能说点好听的？万一我考上紫云楼呢？自己几斤几两不清楚，别惹事儿。老楚，照顾好自己。孩子，照顾好自己，这里永远是你家。前世没人送我上学，现在师父师娘像父母，紫云楼是我完成梦想的机会，我必须进去，成为最强炼丹师。师弟师妹们，我们就在这儿落脚。紫云楼选拔人多，客栈价格翻番，我去订房，可能得挤一挤啊。我没修为，得提前打听能不能进紫云楼，要不然这趟就白忙活了。这人的玉佩上写的是炼丹师协会，去瞧瞧。你没事吧？你谁呀？拉着我干什么？见你路都走不稳，我送你回家啊。你是冲着炼丹协会来的？我在那儿没地位。兄台何如此呀？关你屁事！玉儿，沈玉儿，你给我出来！我要赎你，我挣钱赎你。单公子，没钱就别嚷，月儿可是头牌，你连逛楼钱都没有，还敢放话？这是炼丹师协会二公子，还是私生子，现在没地位了。我可是炼丹协会二公子，我会没钱。私生子恋青楼女，明天这是个好机会啊！到时得好好想想怎么接近她。赎回来。再过半个月考核，金剑宗就能当内门弟子。别让小十一听见，他没资格，肯定难受。闭嘴！哎，师弟来了。师兄弟们聊什么呢？这么高兴？小十一，你也别在意，等师兄攒够钱啊，也给你买炼体丹，这样就能解决你这根骨修炼问题了。师兄，我没在意，我呢就是困了，回来睡会儿。放心吧，放心吧。我是二公子，我没钱，把玉儿姑娘叫出来，我包她全场。单公子，你现在就是个私生子，没钱就滚蛋！哼！你之前答应过我不让玉儿接客的。答应？那是你之前得势的时候，现在你连狗都不如。这是我全部家的，行了吧？切，就这点儿，切，这还不够！你个黑心的老鸨！一时失势不代表永远，只有你自己变强了，这些人他们才会跪下来求你。又是你，你谁呀？不入流门派的废物！哎，好好说话啊！骂我可以，骂我门派不行。就你这衰样，哪个姑娘能看上你啊？你什么你啊？你要是老爷们儿，就跟我进去。你谁呀你？有钱吗你？够不够啊？下品灵石够不够？够！这位公子里边请，姑娘们，哎，快出来伺候呀！公子，听好了，这是我兄弟，把他伺候周到了。兄台，你出手这么阔绰，到底是谁呀？鄙人楚大发，以后你就叫我大发哥吧。大发哥，我叫单神狗，以后我的命就是你的。狗兄弟，幸会幸会。大发哥，叫我单兄弟吧。哎，无所谓，先进去再说。大发哥，你为何帮我？
咱们一天见2次，算不算缘分啊？要是没有你，我已经流落街头了。以后我单神狗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这谁呀？刘公子，你来了。小玉在吗？今天在里边呢，来这边请。他呀，紫云楼剑宗2长老弟子刘长月。哦，这么拽啊？什么来头？家里有钱，近剑宗花了颗4品灵石，入京后期是丹药堆的，花了数万下品灵石。吃丹药能堆修为啊？那我拿到他说的这药方，飞升成神都不是问题啊！这单身狗能当我进紫云楼的踏脚石。狗子，听说这紫云楼丹宗弟子的资格都是丹师协会来协助的。丹宗出师基本都进协会，基本协会点头就能进。哦，大发哥，你是不是想进紫云楼啊？有办法。大发哥，明日一早你在这等我，我保证帮你解决这件事情。哎，干嘛去？你待我如兄弟，你相信我，我在炼丹师协会还有人缘，相信我啊！好，等你啊。好。紫云楼是金风府招生点，真正的校区在山上，有剑宗、气宗、丹宗，就看明天这货能不能给我弄到真正的丹宗名额了。找你半天了，原来你小子在这儿啊！啊，大师兄，你怎么来了？谁找我？楼下有人找你，指名道姓的。谁找我？一老一少，自己去看吧。哦，阿狗帮我找的炼丹师，太棒了！稍等片刻，大发哥，这是吴成吴老炼丹协会3星炼丹师，脾气不好，多担待点啊。吴老，咱们换个雅致地方谈。请。您喝茶。这茶也能喝？小二，换茶。请。吴老，这是我朋友。想进丹宗就带我来这种地方，不知道我上火。小二，换你们店最贵的茶。一壶15下品灵石，抢钱啊！吴老，请。这茶不错啊，吴老，这茶也喝了，我们谈谈进紫云楼的事。对，急什么？一品轩的鹤肉，去订一桌再谈。还有，帮你，我要50颗下品灵石。你狮子大开口啊你！你当老子是凯子，要50个灵石啊！大发哥，放开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走不走？你不走我走。发哥，别走啊，发哥！切！哎，客官先别走。大人，茶钱加菜钱，一共115下品灵石。小混蛋，耍我！老子跟你没完！哎，付完钱再走，付完钱再走。大发哥，我不知道老吴开价那么高，还有别的办法吗？有是有，但……哎呀，别吞吞吐吐的，有啥就快说。有一个长老喜欢搜集丹药，高品质丹药要半步极致以上，1品丹药也行，但得是他没有的。1品精灵丹，极致品质够不够？极致1兜
你拿着当糖豆啊！行了，快带老子去见见。好好好，走走。就是这里，这就是青老的住处。大发哥，你自己进去吧，我不能进。炼丹师协会的青长老住的也太破了吧！行，你去那边等我啊。好。谁呀？晚辈玄阳派楚大发拜见青长老前辈。玄阳派，好熟悉呀！你找我何事啊？啊，小子听说前辈喜欢收集高品质的丹药，特送来2枚极致清灵丹，望前辈一见。极致是何品啊？哦，是1品清灵丹。前几天我去吴掌柜那里，已经收集过了清灵丹，不需要了。实不相瞒，晚辈见前辈有一事相求，望前辈一见。我只对我没有的丹药感兴趣，有其他的再过来吧。这是唯一的机会啊，我不能放弃啊！前辈，晚辈能够批量炼制极致清灵丹。等一下，你叫楚大发？哦，正是在下。这老头干嘛？这个丹药是你炼的吗？正是。你连修为都没有，你怎么炼的丹呢？前辈，这1品和2品的丹药，只要你的手法对，其实没有修为也能炼。那你有什么证据呢？前辈，借丹一用。你怎么毁了我的丹药呢？前辈别急。这黑黑的什么东西？这是我加来用于改善口味的清灵丹，性寒，长期服用会使寒气入体，但是加入这个就可以把寒气从体内逼出来。你竟然解决了清灵丹的隐患，不过是熟悉药材相生相克罢了。你是我见过最有资格的炼丹师啊！刚才怠慢了，前辈折煞了，我只是一个没有修为的小弟子。你找我何事？不瞒前辈，我想进这紫云楼，需要炼丹师协会的人担保。这事儿包在我身上。谢谢长老。我钻研清灵丹30年，能让我观摩你炼丹吗？当然可以啊。啊，那就有劳前辈。我这就去办紫云楼资格证，一会儿送你住处。多谢长老。大发哥，青长老同意了。当然了，他刚才求我教他炼丹呢。不可能吧？青长老是4品炼丹师，比吴成还牛呢。你还不信啊？人家青长老刚才已经去紫云楼帮我送帖了。信信，我刚才看见你们好像都称兄道弟了。这下信了吧？这青长老不是出了名的傲娇吗？你大发哥是谁啊？嘿，真牛！走，喝酒去。嘿嘿。哎呀，别担心，你一定行的。我怕放榜，害怕没我名字。这要是回去了，对不起师傅培养。冷死了。哎呀，武师姐，你别担心了，你肯定行的。那实在不行的话，还有小师弟陪你呢。哎，武师姐啊，你这啥事都捎上我，万一我过了呢？到时候就你自己一个人回去。你会不会说话你？武师姐正担心呢。哎，别担心啊。哎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3天考核结束，紫云楼只收有能力者。现在张榜，有名字的带上身份牌去2楼。哎，我也有点紧张了。你看呢？哎，师妹，你在这儿呢？哎，大师兄也在。啊！哎，武师姐，你也在呢。真的？我真的在。师弟，这你没事吧？啥事儿啊？我好得很。哎，我们都在，就你。哼。嗨，你们别瞧不起人啊！我也过了。啊，小师弟别难过。
嘿，瞧不起谁呢？我早就过了。哪位是楚大发楚公子啊？这儿。哎，请您跟我上2楼。看吧，我说我过了，走上楼。啊？来，走。走走走。哎，你是新来的啊？是。哎，你好，我叫颜魂，今年19，我们仨都是新来的啊。我叫楚大发，今年17。你好，大发，我叫侯文，排行老2，今年18。我叫顾谷谷，今年18岁，比侯文小半岁，排行老3。那这么说，我得排老4了。那这么来看的话，我年纪最大，以后我就排老大。我对丹宗啊也比较熟悉，有什么不懂的，你随时来问我。咱们呀都是同处一室的炼丹师，以后好好相处。哎，大哥，这晚上有没有晚饭啊？我都饿了1天了。当然有了，这丹宗啊我最熟悉，附近啊有个特别好的餐馆，晚点带你去啊。好嘞。哎，还有一个事儿，这个丹宗有个藏书阁，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对外开放的，就是咱们能进去吗？老四啊，你这刚来丹宗就想炼丹啊？我告诉你那不行，没有7长老的手谕，谁都进不去。这藏书阁啊，只对内门弟子开放，只有成为7长老的助手，这个地方才能随意进出。啊，对。哎，那怎么样能成为长老助手？哟，你小子想当7长老的助手？当然了，嗨，希望各位能帮帮我。行，帮，必须帮。哎，不过怎么帮？想当7长老的助手其实也简单，你只要让7长老认为你可靠，处理事情的能力强就行。这个7长老呢，有3个内门门生，对外面的弟子不太关心，只管理自己的弟子。哦，明白了。哦，哎，那我们吃饭去啊！走，吃饭去。今天呢，咱们来讲一讲炼丹所需要的药物和药性。首先，这就是7长老啊！虽然我很想成为他的助手，可这课也太无聊了。我们常用的，认真听啊！我们常用的一种药引，灵芝。灵芝呢，要选取3到5年的，不能时间过长。过长的话，木化了的话，就丧失了所有药性，它就是一个简单的木材啊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，下课了。好。恭送长老。哎，你叫楚大发是吧？哦。你一会儿跟我来一趟。是。你们先去吃饭吧，我去看看。好。师傅，听说你想做我的助手啊？我其实……别支支吾吾的，有什么目的说。我想进藏书阁。想进藏书阁？为什么？想证明自己，因为从小被人瞧不起，想成为真正的丹师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师傅，我求你了，你给我一个助手的名额吧。助手这个事儿呢，你就别想了，毕竟不能坏了考核的规矩。行吧，那弟子先告退了。哎，别着急，我听说过你，在炼丹方面呢很有天赋，炼出来的丹药品质很好。哎，我这里有一封推荐信。哦，我建议你争取弟子管理会的名额，成了之后能拿到更多炼丹资源。谢谢师傅。去吧，不要耽误3天后的考核了。好嘞，放心吧，师傅。去吧。哎，你干嘛呢？我来报名啊。抱歉啊，这里只收内门弟子。这告示上没有写只收内门弟子啊！你们说话不算话。哎，你小子干什么呢？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我什么人不重要，关键这告示贴了就要说话算话。嘿，你小子找死！哎，
刘炳轩，会长叫你过来。你给我等着，一会儿有你好果子吃。哼！登记好了，下月月初来考核。哎，这个登记好了就确定能考试了是吧？那考试分几轮呢？3轮，第1轮药材认知，第2轮单方遴选，第3轮炼丹。哦，有造物工厂在，炼丹不是难事，得赶紧炼制聚灵丹。首先去找能开炼丹工厂的地方。谢谢啊。这个时代没有电脑，酒馆人多嘴杂，打听事儿比包打听还便宜啊！小二，小二，哎，来啦！客官，吃点什么？给我点个酱牛肉，再炒盘青菜，来壶酒。好嘞。哎，小二，这金峰府有没有大的空地？我要开工厂。客官要块地，刘宅呢有一块，3进院，适合姑娘住。老子说了，要开工厂，大空地，谁包女人啊你？这得问牙行，临时牙行好。小二，来。哎呦，给我说个最靠谱的。周家，周家得罪大家族，没人敢买，而且地大还空着。周家在哪儿啊？就东边。哦，行，上菜去吧。哎，好嘞。就选周家地，先调查丹药市场，控制成本才能赚钱。你找谁啊？请问这是周家府宅吗？你干啥的？我来买房。你一个人来买府宅？有问题啊？你等一下，我去通报一下老爹。你是不是听说我周家败了？想捡便宜呀？都咳成这样了，还装什么世家老爷？没错，你倒实在。这个府宅，你可还满意呀？一般。多少钱啊？我不卖钱，只换。你中了什么毒？破宫散。爹，想要什么丹药？灵智清灵丹。清灵丹不是很便宜吗？要灵智的，丹宗2长老都练不出来。爹，那他怎么可能练得出来啊？是我病急乱投医了，请回吧。哎，瞧不起谁呢？我能练。你能炼制灵智清灵丹？当然，不只能练，我现在就有。哦。哎呀，果真是灵智清灵丹啊！哎呀，我谢谢你了，小兄弟，你救了我一命。这房子是你的了，赶快叫人，准备手续，过户给你。去吧。老四，过来吃饭。哎，老四，
你天天睡懒觉，也不去练丹，再这样考核要挂科了。哎，老三，你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呀？我资质差，连丹道入门都摸不到，是我爹托关系让我进的丹宗。以后回乡下当个赤脚医生吧，练点基础丹，赚点钱，养家糊口得了。顾狗狗的话戳中了大半丹宗弟子的心思，真正能成炼丹师的没几个。大家来这儿不过是镀层金，回去能装装样子。那你呢，老四？你打算干什么？我呀，哥可是要成为大老板的人。啊？你要经商？那你来丹宗干啥？哎呀，这你就不懂了。我来这儿是为了攒人脉、抢资源。哎，你别看这成为炼丹师的人虽然少，但这丹宗弟子的名号，认识的人已经够我在修真大陆上横着走了。哎，对了，老大，你打算干什么？当然是当炼丹师了，要不来丹宗干什么？哎，不过我这2天已经练毁了20炉丹药，都给我练自闭了。实在不行，我就回去继承我爸的小铺子，再娶隔壁的小丫头，老婆孩子热炕头。哎，对了，老四，你之前说的那个人脉资源，给我们讲讲呗。哎呀，这个呀，我说了你们也不懂。哎，不过确实有事儿找你们帮忙。帮忙？不会又是什么当助手的吧？嗨，助手的事儿已经板上钉钉了啊。那继续。我说的呀，我说的呀，是前途。什么？哎，你要带我们赚钱啊？地段呢，我已经找好了，咱要开个炼丹房。不过眼下我正缺的是资源管理和供应链，这个机会给你们吧。老四，你偷偷摸摸的要开个炼丹房？你是哄我玩的吧？哎，还不信啊？我告诉你们啊，过了这村可没这店，你们呀，赶紧想好了跟我说一声。等着吧，等我的炼丹房开起来，整个修真大陆的丹药生意都得信主。走了。你再吃一个呗。你们吃吧，赶紧想好了跟我说啊。哎，咱3个商量好了，一会儿他回来就这么干。不是，哎呀，没问题，就这么定，你自信就可以啊。行了，就这样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大法，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怎么帮你。是我帮你们，搞清楚啊！对，就是分工的事儿，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。说说。我呢对药材比较熟悉，市场对接这个事儿啊，就交给我就行，保证啊最低价。行，那你从今天开始便是采购部经理。好。哎，我呢适合开拓市场，这个符合我，我去。行，那你今天起便是市场部经理。做不好要调岗的哦。哎呀，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你嘞？我负责产区生产的，其他的我也不会呢。顾谷谷胆小但认真，生产交给他放心。行，那就这么定了，咱们就开始开干。好，开干！什么神奇啊？这些个机器，这都是些什么呀？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别看这些东西小，就这些加一起能值1000个炼丹师。这啥？这些？抵1000个？这怎么可能？我这么问你们，10颗聚灵丹的药材，你们在丹宗见过谁一次最多能炼多少颗？那得说是薛冠奇吧，10份的量，他最多可以炼制5枚以上。他水平能进内门，可惜七长老古怪不收他，不然早成内门弟子了。不就5颗吗？不过如此。这些机器能超过5颗，怎么可能呢？当然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些机器最牛的地方就是你用多少量的药材就能出多少丹，无损耗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师傅都已经说了，
没有人炼药能做到无损耗的。是啊，老四，这不现实啊！不现实，我给你们演示一下，你们就知道了。开始。不好意思啊，这里边呢有点热，回头我装点这个通风系统会好很多啊。好香啊！这丹药的品质肯定高啊！哎，出货了。数好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10克，竟然真有10克，神了！这些机器最牛逼的地方就在这儿，那手工炼丹根本比不了。现在你们懂了吧？哎呀，老四，之前你还让我联系那些药材铺，我当时还在犹豫。现在看来，咱有了这些机器，这不仅是金风府，还有其他州府，那些聚灵丹咱们都可以承包了呀。对喽，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推销，大力推销，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的聚灵丹品质高，价格适中。懂了？懂了，懂了。开干！今天是我和九长老的考核，选掌门助手。师兄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开始吧。嘿，哎，浩文，老四怎么还没来？我早上叫了，房间里没人呢。我也在找他，我四处寻找也找不到啊，怎么办呢？哎，长老，我肚子疼，哎，谢长老。老四，这难道下山了？不知道今天要考核吗？老四。火候控制不够，承担1枚。哎，我这儿呀，药材时间萃取不足，仅承担3枚。师兄，略胜一筹啊！怎么了？你找到了吗？没找到。怎么办？考核都开始了。好，下一个。火候的控制不好，你这段时间干什么去了？这次不算啊，下回重考，下去。是师傅。还算用功，可以了。谢师傅。霍文，上。知道了，长老。这手法，你这弟子什么手法？炼药碾药材，药效不都散了？他一向稳健，我也有点摸不清头脑。他在搞什么？时间过半还没炼，故意出风头的吧？药材磨成粉进炉，不烧成灰才怪啊！
你疯了！这丹炉温度不稳，手伸上去找死吗？哎，别急啊，师兄，说不定他有办法。这药香，我以前试魔粉都失败了，没想到这小子成功了。再看能不能出丹。开盖。7枚，还都是高品。这么多。这手法谁教你的？我教的。你还知道来啊？就等你了。你这手法是跟他学的，是真的吗？是的，这是。一个没有修为的人是怎么教你这种手法的？那个他说这手法是你教的，此话当真啊？对，师傅，是我教的。那正好，这炉丹你来练，就用刚才的手法，我看看你能不能成功。来。哎，师傅，刚才炼制最多的人炼制出来几枚啊？练了7枚，全场最高。啊，好，普普通通嘛。那我今天就随便练9枚。我开始了，长老。好。他的步骤更多，看来侯文的手法真是跟他学的。平时看他像个小混混，没想到给我最大惊喜的竟然是他呀！哎，长老，成了。哇，10枚！这药香，药香里竟然都含聚灵丹药效，这真是闻所未闻呐！之前是我肤浅了呀！哈哈哈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10枚呀，从来没有见过。这是什么神仙操作？从来没见过。好了，我宣布，楚大发以后就是我的掌门助手兼内门弟子。师傅从来没说过收内门弟子呀。大发，跟我来一趟，为师有话要问你。哦，是师傅。师兄，看来还是你赢了。坐，坐。大发呀，你那分火控温的手法都快赶得上这个古代丹圣了。哎呦，师傅过奖了，我怎么能跟丹圣比呢？顶多也就算现在丹圣吧。哎呀，你这是谦虚还是脸皮厚？大发，你这手法是谁教的啊？师傅，这个是我自己领悟的。哦，那你能不能教教我呀？师傅想学啊？哎呀，我这个卡在2品丹控火的瓶颈3年了，卡着过不去呀。我想用你的方法试试。哦，师傅是觉得我的方法比较鸡肋，那我还是不教了吧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能用于1、2品丹，这种水平已经是神迹了，所以请你教给我。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教你2手。哎，这是你之前一直想要的长老助手令牌，给你了。谢谢师傅。怎样？哦，师傅，我明天就教你分火术。等，今天就得交给我。师傅这么着急啊？那当然了，我等你炼丹都等多久了呀？你现在就交给我，要不然的话，令牌拿过来。啊，好，现在就交，现在就交。师傅，这些都是你的作品啊？对啊，从最低级到顶级，一共有100多颗。我这辈子呀，都献给丹药了。
瞧，这都是我省吃俭用省下来的，真是舍不得用啊。哎，师傅，我这个方法它不挑丹炉，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品质和研磨的程度。但是目前呢，我只研究出来了聚灵丹。药材我有，研磨我也有啊。啊，行，那你来操作，我来指挥。好。这个，再来点儿啊！开始。哎，慢点，要慢。好，感受它的这个纹理。哦，好，不能太碎，也不能太硬。明白。也不要太大。差不多了。要注意它的温度。好，感受。成了。1颗、2颗、8颗，8颗成了。师傅，你这聚灵丹品质本来就高，况且用我的方法，甚至连灵力都不用动用也能成。你这方法可以直接颠覆炼丹界呀！啊！颠覆3观无所谓啊，我更想淬炼身体啊，获得功力啊。反正有造物工厂，炼丹简单的很。哎，师傅，我想在金风府开聚灵丹的丹厂，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？开丹药厂？对，用这个方法吗？差不多，但是也不全是，效果更高。只是我想把它卖给剑宗，又害怕丹宗误会啊。啊，我有主意了，你去加入丹宗弟子管理会，定期的给他们分利，给丹宗经费。有了经费，丹宗不就没有意见了？师傅，我这药材本来就是自费买的，我再给他们经费，那不赔本吗？傻小子，加入丹宗管理会，丹宗有药谱啊，说服他们，你的事儿不就好办了吗？对呀，哎，谢谢师傅。只卖给剑宗吗？哎，这是先打开市场嘛，步子再迈太大，容易扯着蛋。哎呀，这个话道理倒是对的，怎么听着那么怪呢？哎，你好，我来找那个炼体丹的丹方，但是我找了一圈都没找到，不知是不是不在这一层？你要炼体丹丹方？没错，我是废材体质，所以需要这炼体丹重塑我的经脉。怪不得没有灵力波动，但你灵脉受损，怎么炼？准3品丹药需要灵力驱动丹火才能炼制，这准3品也不是3品，那没到3品它就是2品，2品丹药不用灵力也能炼。跟我来吧。好。这是炼体丹丹方，大长老50年前做的，一般人我不会带他来看，你看看就行。你现在也练不成，好好打基础，别好高骛远。是，弟子记住了。你看吧。啊。哦。终于拿到了，我可是穿越过来的。还有造物工厂哇，清灵丹、聚灵丹、炼体丹，要是能批量生产，废材弟子都有救了。元灵石能快速吸收灵力，火灵丹增强异火控制，这俩对我有用。啊，大师，1个时辰已过，有收获吗？弟子才疏学浅，没看懂。知道就好，回去吧。哎。又是你！上次没长记性，外门弟子恕不接待。你倒挺关注我，自己几斤几两不清楚，
别逼我撵你！哎，哼，什么人都敢闯，外门的不准进，滚出去！你算什么东西啊？丹宗是你家开的，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你们几个把他给我摁住！今天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他。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动手啊！刘会长他是七长老的内门弟子。这不可能，七长老没有内门弟子，这令牌是假的。我没修为啊，这一下扛不住怎么办啊？但是这也得拼啊！自不量力！就凭你也配跟我打？滚吧！今日这一掌，我日后必100倍奉还！弟子刘秉轩见过大长老。不必多礼，我来通知件事。老七门下有个弟子有新成就，你们找找他，顺便说说聚灵丹的事。聚灵丹跟这事儿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个弟子能把药材杂质全炼化成丹药，是奇才。要是能合作的话，管理会资金有着落。另外，剑宗也需要聚灵丹。多谢大长老支持，弟子这就去办。老四怎么还没回来？一会儿查寝了都。哎，老四，你怎么了？慢点，坐。你怎么受伤了？这谁干的？跟我说，我弄死他去！是不是薛冠奇那个王八蛋？我找他算账去。不是，你们别管我了。老二啊，去帮我把这药材准备了。你又要炼什么丹药啊？炼能找回尊严的丹。到底谁干的？你跟我说。哎呀，行了，别管了。那行吧，那你歇息，晚上想吃啥？算了，别管我了，去忙吧，我休息一会儿。走吧，我们走吧。那你好好歇着啊。没修为就被瞧不起，等着，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。终于练好了，嘿。每个人一生最多服3枚炼体丹，低品质的伤经脉，高品质的能护经脉。还好有这枚精致丹，我可以连续的炼体淬铁。好痛啊！怎么早不说这么痛幸亏没多吃，真要命啊！再也不吃了！我竟然这么白啊！这不能当小白脸了吗？哼！穿越到废柴身体，终于能修炼了。这流转的气肯定是灵气，我也能当修炼者了。不错不错，炼体、炼气、筑基，每个阶段分为3期。我这身体跟海绵一样，不断的吸收灵气，我运转1个大周天就能进入炼体期。
炼体期初期，这老楚说再牛的天才都得要3天，我就用了1个下午，那我不鬼才啊！哼！走你！我去啊！刘秉轩，之前激我废柴，现在等我变强了，再找你算账。怎么样，好看吗？送给你的。好，我给你热茶。哎，别忙活了，我喝凉的就行。那可是我早晨用过的杯子，他竟然直接喝了。以前还带着志气，现在倒成了风度翩翩的青年。你是不是已经淬体成功了？你这都能看出来啊？我还打算把这当个惊喜告诉大师兄呢。你是怎么发现的？还不是因为我刚才看你看得太仔细了，臭美的你。现在大师兄应该也出来了吧？走吧。走。小十一，为聚灵丹来的吧？对呀。哎，调查结果怎么样？这是外门弟子的调查结果，你看。哎，看来销量不错呀。只是这聚灵丹被长老垄断，大家花高价都买不到，只能去金风府指定点。那就打破平衡，我们光明正大做生意，怕什么？这样会影响到那些老人和丹门的。要不我们偷偷卖？也是啊。行，那就偷偷卖，而且只卖给剑宗。不过我得先加入这个丹宗弟子管理会，还得等段时间。哦，对了，这是聚灵丹，你们先拿去试试。后面我加大供应。这就是聚灵丹啊！这是聚灵丹，什么东西好香啊！这丹香比金风府的还浓。小师弟，这真的要让我们用吗？当然了。哎，对了，师兄，我最近在练那个什么玄阳剑法，总是卡在几个剑招上过不去，你回头帮我看看。行，改天。等等，你刚刚说的是玄阳剑法？哎，没什么，就是一不小心淬体成功，到了炼体初期而已。小师弟，你真的淬体成功？什么时候突破的炼体初期啊？今天下午刚突破的，嘿嘿。我要告诉师傅，他盼了你3年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小十一，你终于不是废柴了。有什么好得意的？哼！等你筑基期到了，再跟我比吧。你们怎么不问问我是什么时候吃的炼体丹啊？对，小师弟，你什么时候服的这炼体丹啊？今天中午刚吃下，淬体就开始了。中午？今天中午吃下，你就变成了从无修为到炼体初期，这不是怪物吗？小十一，你别骗人了，炼体丹最少要3天才能炼化。天才的世界，你们这些凡人不懂，很正常。谁是凡人了？有本事跟我比一比。哦，比什么？比谁先突破？好啊，你突破后天期，我突破筑基期，如何？后天期？小师妹，你才来1个月，那又怎么样？我肯定赢。哦，行啊，你要是赢了，我给你100枚聚灵丹。100枚？我1个月才领2枚啊！那你肯定输了。哦，那我要赢了怎么办啊？你不可能赢，我回丹宗了。小师弟，你可别赖账。老四，你怎么还在睡啊？老四，哎呀，大早上干嘛呀？哎呀，这都中午了，快起来！丹宗要把你的丹药列进藏书阁，各大长老找你都找疯了。明天紫云楼总管要来见你，起来跟我走，快！哎呀，不去，老子要睡觉，滚！这是你出名的好机会啊！名利对我来讲就是浮云，要么给点实惠的，要么滚蛋。可235长老会不痛快的。哎呀，就他们3个，大长老都没动呢。哎呀，要么他们亲自来请我，要么老子不去。哎呦，你让我睡一会儿好不好？
楚大发。师傅，你怎么来了？把衣服给我穿上。不是师傅，你来也不说一声，这么早的这……秦总管，不好意思啊，是我管教不严，我日后肯定好好管他。无妨，他平常都这么晚起吗？这个他应该是研究丹药啊，太用功了。不是说上午吗？咋这么早？师傅，你们先出去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就来。今天找你来是为了将你那枚丹药载入藏书阁的事。哦，秦总管是说弟子改良的聚气丹。不错，这是丹宗的荣耀，能让你名留紫云楼。多谢秦总管抬爱，大发肯定愿意，是不是？多谢秦总管抬爱，只是弟子觉得自己还差得很远，这藏书阁啊，还是以后再说吧。你说老四他是不是疯了？这么好的事儿怎么往外推？就是啊，我爹要是知道我在这儿留名，那至少摆7天流水席，最少7天。他肯定有主意的。你不必自谦，能打破炼丹常理已是奇才，妄自菲薄会碍了心性。可弟子连弟子管理会都进不去，还是我天赋不够啊！未来等我能加入弟子管理会的时候，咱们再说藏书阁的事吧。怎么回事？这么好的弟子为何进不了管理会？可能管理会的人没摸清情况。立刻查办，丹宗不能亏待了这么好的弟子。是，我谨记。他昨天还没修为，怎么一夜就突破了？大长老要找的人，难道是他？你看我干什么？秦总管，弟子绝不是那小肚鸡肠的人，只是有些人呢仗势欺人，那做弟子的也只能多多包容，你说是吧，刘师兄？到底怎么回事？说！弟子猴儿知道。秦总管，昨日在弟子会，刘师兄说楚师弟的修为不够，当时说什么都不让他进弟子会，更过分的是，还把楚师弟的拜师帖扔在了地上。对，好啊，连我萧林峰的弟子都敢欺负，秦总管，这事不能就这么了了。不过是后辈闹着玩，我代秉轩给你赔罪。要是楚大发受伤了，我拿上好的仙丹赔。哎呀，二长老，你这道歉呢，没什么诚意。我弟子楚大发昨天才有修为，这刘秉轩仗着他筑基期的灵力去欺负我的弟子，要不是他命大，昨天就死了。老七，你想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齐总管，弟子想进这丹宗弟子管理会，是为了给我们丹宗谋福利呀。只是现在缺些权力，实在不行，要不然我来当这个丹宗弟子管理会的外联负责人吧。哦，秦总管，弟子有错，愿意担责。但楚师弟挑衅在先，我是迫不得已啊。当时年轻气盛用了灵力，但师傅以严厉训过我。师弟要是不原谅，我愿意赔偿。秦总管，这没能力的人占着茅坑不拉屎，我绝不是贪恋职位，我只是想让剑宗的弟子们知道，我们丹宗绝不是他们的附庸，并且让紫云楼也知道，我们丹宗并不弱。行了，丹宗弟子的矛盾不用武力解决，比炼丹。我这儿有3品复灵丹方，1个月后比试，胜者当外联负责人。好，公允。好，我同意。你呢？弟子愿意接受挑战。这下能跟我去藏书阁了吧？多谢秦总管给我机会。坐地起价。齐长老，你的弟子好得很呢。那当然了，我的门生可比你那只会仗势欺人的徒弟强多了。走着瞧。哎呀，师兄，我遇见一个弟子，他特别的厉害，能把10颗丹的药材全炼出来，而且一点都不浪费。
属实。哎，你又耍诈，让我分心下错棋。哎，师兄，这毁棋可不是你的风格啊。哎，我也遇到一个奇怪弟子，前几天第一个给我扫地的打招呼，他还挑我单方。哦，嘿呦，哼，师兄啊，你还学我，分散我注意力啊，门儿也没有。风长老、风和尚躲这儿下棋，也不叫我。小秦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破地方？您呀，这是宝地，我来呀是想办点事儿，想让明弟子入藏书阁名人榜。又出奇人了。此子自称鬼才，奇才啊，他可看不上。哦，哎呦，师兄，我说的就是他呀。人带来了吗？在楼下候着，我去叫。那一起去看看，师兄。走。楚大发，这位就是丹宗大长老。弟子楚大发见过大长老。见过大师。这不是之前给我开书房门的扫地僧吗？怎么跟大长老在一起啊？这小子脸皮厚归厚，倒还有礼数，怎么跟着来藏书阁了？你好眼熟啊！长老，您认识楚大发？哎，别说话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咱们见过面。是大长老，弟子在丹宗弟子管理会见过大长老。你去管理会做何事啊？是这样，大长老，有一位弟子叫刘炳轩，我去丹宗管理会，他不让我进，他非说内门弟子才能进，并且还打了我一掌，打到我胸口，差点把我打死，还请大长老做主。哎，竟有此事！刘炳轩，亏我器重他，不行，这小子我得好好管教他一番。长老，这晚辈之间的恩怨，咱们不便插手呀。那也不行，管理会必须得整顿一下。可惜我最近帮禅心大师炼静心丹，一点头绪都没有。要不这样，还是你们管理吧。感谢长老理解。弟子想求炼体丹方，求大师开恩赠予我。你会炼体丹的炼制方法？弟子平庸，用了一下午才领悟到。这就有点过谦了吧？鬼才的名号你确实配得上。弟子就是普普通通而已。再谦虚就是装了啊！炼体丹的难度谁不知道？行了，继续努力吧。是，弟子明白。对了，你呢？带他去载入名人册。哎，对了，小子，有空去我那里坐坐。多谢大长老厚爱。哎，去，走。是你的？当然。没想到啊，你真的进入了藏书阁的名人册了？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像我这种牛逼的人进入什么藏书阁名人册，那不是手拿把掐？你说，你是不是又给你师傅灌迷魂汤啊？哎，你打开看看啊！这真的是靠你自己弄来的？现在信了吗？小师爷，没想到你在丹宗成绩这么出色呢。这件事儿要是被我爸妈知道，肯定特别骄傲。哎，对了，我上次给你的100枚聚灵丹分下去之后，效果怎么样？效果特别好，哎，就是白白送人了，有点亏。那可是100枚聚灵丹啊，要是卖钱的话，值不少钱呢。这些啊，都是小钱，我要的是效果。如果它的宣传效果好的话，你就别说100颗了，就算200枚。我觉得都值。宣传效果倒是特别好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有很多人都在打听这个聚灵丹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，还有人想着要求购它呢，而且还有人愿意出特别高的价钱购买。好啊，那大概有多少人找你买啊？大师兄在试炼之前统计过，大概有几百人吧。不过也只是在宣传之前，现在应该有更多人知道吧？只有几百个人啊，这么少？这剑宗弟子最起码3000多人，这个数字效果并不好。这几百人效果还不好？当然不好。
这怎么着也得有2、3千人吧？这聚灵丹，就算有些剑宗的弟子他看不上，那也不至于这么点人。2、3千人，小十一，你在开玩笑吧？当然不是开玩笑啊！你想吧，这聚灵丹对于你们修炼之人重要性不言而喻啊，几百人那效果真的不怎么地啊。这样，你回去之后找人把这些东西张贴下去，然后呢，把所有报名的人全部统计在册。会员招募令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成了会员以后，买聚灵丹会有折扣，未来呢还会有更多的优惠。这个呀，就是第一步。原来如此，你什么脑子啊，这么聪明？这才是小打小闹，以后啊还会有更高的招。哎，1000名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不是越多越好吗？这肯定是越稀缺它就越尊贵，如果你随便就能买到，谁还稀罕？这虚名真的这么有用？试过就知道了。哎，对，还有这里，前100人来免费，后面每多100人就增收10颗下品灵石，总共1000名，概不退款。你这明目张胆收会员费，10颗下品灵石，那也不少钱呢。这才显价值呢，而且他们啊肯定抢着来。我是没有什么商业头脑，但是你这样会不会把人家吓退啊？他们啊被吓退了之后，便会争着抢着回来买，信我。你拿什么担保？丹宗名人册啊，我可是丹宗名人册上的名人，谁会相信我能骗这点钱？那可不行，那这事关你的名誉，我们可不能随便给别人看。这富贵不还乡，如锦衣夜行。我找的秦总管给我印他几百份出去，这丹宗名人阁里确实有我的名号，怕什么？其实我是想带他回去给我爹娘看，玄阳派不出名，你做的这些事儿让他们知道了，他们肯定会特别开心。以后啊会有更多的成就让他们高兴，这个呀才是开始。刘公子，我家小女有先天性疾病，大夫说要凑够10两银子才给治，您给的价连要价钱都不够。陈老三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刘会长可是丹宗管理会副会长，得罪他，你以后连韩月山的药材都别想卖出去。大叔，这药材什么年份的？哦，这个是80年的山参藤，这个是150年的紫丹参，这个是200年的铁皮石斛。我要了。楚大发，先来后到的规矩你懂不懂？这药材我半个时辰之前就定下了。你这叫买啊？你干脆叫大叔送给你得了，一天到晚真给丹宗弟子丢人。楚大发，别太嚣张了！上次就是你打了我们会长，今天就让你知道得罪我们会长的下场。淬铁钱，我或许怕你，现在不自量力。我的鼻子！楚大发，你敢动手打人？我现在就去告诉管理会会长，把你逐出丹宗。抓点紧，别耽误时间。回头嘛，你就来州府找我，就说找楚大发，他们不会拦你。抓紧告，等着你。刘公子，这陈老三，你敢把药材卖给他，以后别想在丹宗附近卖药。1个月后，我一定让你滚出丹宗，等着！哼！哎，哎呀，工作进展怎么样啊？本来以为你能快点开业呢，没想到等这么久，这一天都闲得慌。别急嘛，到时候有的你忙，咱现在把这准备都做好了，到时候不会乱呀。话是这么说，我就是想看这个聚灵丹一天能卖多少，能赚多少钱嘛。我找好了销售地方，1个月之后咱们大展拳脚。哎，你到时候可别嫌累啊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，咱们第一批投放哪儿啊？剑宗。什么？剑宗？他那边的聚灵丹不是由管理会负责吗？你这是在挖墙脚啊，老四！什么挖墙脚？咱们这叫正常销售，而且我要当这个管理会的外联负责人，也算为自己谋划出路啊。可这刘秉轩是2长老的关门弟子，炼丹能力出神入化，是100年一遇的奇才，你真有把握能赢过他？100年一遇的奇才，他要是天才，老子就是鬼才，什么资格跟老子比啊？对了，今天有人来工厂卖药材，说是你让他去的，那你看？对，是我让他来的。你把药材都带回去，明天带到工厂，我有用。好，那钱的话，按照市场的正常价格给就好。他还说能不能长期提供药材，你看要不要合作？合作可以，
不过他一定得保质保量。哎，他人在哪儿？现在他回去了，但是我给了他10枚零食做定金，让他明天再来一趟。干得不错嘛。好，那这事儿咱就说定了。好，加油。哎，这位公子，我认得你，跟我进去说话吧。哎，坐。我不坐。洪文，大叔，这里面有30个下品灵石。哦，公子太多了，20个就够了。不多，我们不会压榨你们的。多谢公子，公子您是好人呐。我不是什么好人，我只是一个好商人罢了。以后啊，别叫我好人。哎，大叔，不知你们能不能长期供应这些药材？能啊。这个没问题啊。那不知还有没有其他人可以跟你一起？我要的量很大。我们陈家村150户都是采药为生的啊，不用都来，就交由您来采购，一切按照市价去走。但是记得品质不能低。这个没问题，我保证品质啊和这次一样。好，那没什么事儿，我们先走了。大长老。大长老，弟子楚大发拜见大长老。哎，你吓死我！哎呀，大长老，刚才我睡着了，没听见敲门，你来了啊？这个地方呢，平时没有人进来，别见怪啊。长老不拘一格，弟子该向您学习啊。别说那客气话。听说你在剑宗的丹药很受欢迎，原来大长老都知道啊。还有我看过，确实比其他的弟子练的聚灵丹要好很多。只不过你动了管理会的饭碗。弟子对于进管理会有信心，并且我可以带着弟子一起加入管理会。万一你输了呢？大长老对弟子这么没信心啊？我跟你很熟吗？凭什么对你有信心啊？可我进这名人册不就是您钦点的吗？您要不点头，我也进不去啊。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呀？大长老，您就是名人册的主办长老，这不明摆着的吗？就算你再有能力，不也得看效果吗？弟子现在已经能练出负灵丹了。哦，这么快就练出来了？没错。那个2长老的弟子刘炳轩不是庸才，你得细心呐。多谢大长老提醒。说说你卖聚灵丹的计划吧。大长老是问这个？要不然呢？这简单啊。我打算先在剑宗站稳脚跟，然后对外扩展渠道。你还准备把这卖到剑宗以外去啊？当然，这修真大陆哪个修炼者不需要聚灵丹啊？可这外面还没有探索过呀。大长老不必担心，您就瞧好吧。好。啊。本次比试关乎丹宗弟子外联管理会外联负责人之位，规矩照旧，3炷香内炼制负灵丹，以品质、数量、丹文定胜负，由3位长老共同品鉴，不得徇私。冰轩，你跟随我修炼10载，负灵丹早已炼制真境，莫要辜负厚望。弟子必不负所托，定让某些投机取巧之辈知晓，炼丹凭的是真本事，而非旁门左道。刘师兄，这还没开始比呢，就想认输啊？否则怎么给我扣这么大个帽子啊？说得好，就该这么硬气。他那老掉牙的炼丹术啊，早该淘汰了。老七，休要放肆！我弟子的炼丹术，岂是你那毛头小子能比？哎，比试开始，勿要多言，勿要多言。起！
刘师兄的控火术真厉害，这可是2品丹师才能掌握的准确度。听说他炼复灵丹，10份药才能出8颗，这胜率谁比得了啊？这啥意思？暴殄天物！啊？这啥？楚大发，这是在比炼丹，你拿个破铜烂铁在这哗众取宠呢。一会儿就让你明白什么叫做效率。胡道，复灵丹需分3次投药，控火需3提3降，如他这般蛮干，岂不浪费药材？老二，稍安勿躁，我家大发做事自有分寸，一会儿看看便是。现在3炷香已烧过半，你这炉药怕是要成废丹了。搞定。10颗，品质无瑕疵。10颗完美期，这不可能！复灵丹的完美率不足1/1000，他10份药材就全出完美的。丹温连贯无断点，灵气纯度几乎达到100%，这是传说中的无瑕丹啊！这丹纹，这灵力纯度，简直是完美级，而且没有一丝灵力残留，就算是无修为者也能服用。好一个楚大发，这一手分火控温，再加器械辅助的手法，当真是颠覆丹道常理啊！哈哈哈哈！比试结果已明，楚大发10颗完美级复灵丹，刘炳轩8颗上品复灵丹，楚大发胜。从今日起，楚大发担任丹宗弟子管理会外联负责人之职。真厉害，真厉害啊！哎呦，真厉害啊！输得不亏，楚大发的丹药天赋确实是百年难遇。你以后需虚心求教，莫要再执念于输赢。我不服，他用的是器械，不是真本事。刘师兄，这丹道讲究救人助修，无论是用任何的方法，只要能炼出高品质的丹药，这才是王道。来，这颗丹我就送给你，好好回去研究研究这丹药的纹路，你就明白了。好小子，给师傅长脸了！今天晚上师傅做东，咱们不醉不归。哎，师傅，先别急着喝酒啊！明天我那丹药坊开业，我还请您去给我剪彩呢。好。哎，老四，咱们的人现在已经到齐了，这各门派的代表呢也马上就到，就差你剪彩了。哎，侯文，药材储备查过了吗？这流水线全部调试过了吗？放心吧，陈老三呢带领陈家村150户，人家的药材足能够生产3个月，而且每条生产线都已经调试完毕，都能够生产300颗药材，品质都是精炼级。我还加了品质检测环节，每颗药要过3道筛，确保没有残次品。各位来了，来了。楚掌门，恭喜啊！你这楚氏丹坊可是咱们金峰府第1家丹药工厂，以后丹宗可要多仰仗喽。秦总管，这都是大发这孩子折腾出来的，我们玄阳派是跟着沾着光。大发，你还别说，就你这设备真厉害啊！这里头就是生产极致丹的造物工厂，果然名不虚传呐！我研制清灵丹30余年，竟然没有这个机器效率高啊！大发哥，你这设备能炼2品丹药吗？我想跟你合作炼聚气丹。当然可以啊！这样，
以后丹师协会要丹，我们就优先备货，其次价格按照成本走。楚兄弟，我家吴掌柜已经联系了周围5个小镇呢，都愿意买你这聚灵丹。这些订单你看看。哎呦，吴掌柜办事我放心。这样，优先备一批货，提前给吴掌柜发货。感谢各位前辈、各位同门到来，参加我楚氏丹坊的开业。我宣布，楚氏丹坊即日起正式营业。好，主打出品聚灵丹、复灵丹，所有丹药均由流水线批量生产，品质有保障，价格呢是市面价格的30%，并且剑宗子弟凭借剑宗令牌可以享受会员价格，其余宗门呢批量采买另有优惠。好。楚掌门，我们青兰宗要订购2000颗聚灵丹，能不能优先供货给我们？我们流云宗也要1000颗，价格好商量。各位不要着急啊，侯文会为大家一一记载，我们到时候要按照记录的批次分批发货，一定不会影响各位的修炼的。臭失忆，没想到你居然真的把店开起来了，我爹娘都为你感到骄傲。哎，小师姐，我送你那个金簪你还满意吗？回头啊，我打算置办一个更大的府邸，让你成为我们楚氏丹坊的少夫人。哎，谁要当少夫人？我还得修炼呢。等我突破了筑基期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大当家，我给你准备了个牌匾。哎呦，有心了。楚师姐，我是内门弟子，能不能先给我来10颗？我马上要参加试炼，急需聚灵丹提升修为。哎呀，师哥别着急，每个人都有份儿，按顺序来。成为会员还能享受会员价，以后购药更划算。楚师姐，我要办会员，这是10颗下品灵石，麻烦登记一下。10颗下品灵石，楚师姐，我师弟修炼时走火入魔，经脉受损，能不能先给我2颗复灵丹？我愿意出双倍价格。好，那好，复灵丹有疗伤修复的功效，你赶紧拿回去，不用多给钱，谢谢。按会员价算。赶紧给你师弟服用，别耽误了治疗。排队啊，大家排队。姓名：袁博。门派：星火堂。等级1等。想要什么呀？聚灵丹。好的，来。快，给我来2颗。姓名：魏坤。等级1等。你也想要聚灵丹对吧？来。慢走啊！小师妹今天可厉害了，一上午已经卖出了3000颗聚灵丹，办理会员800多人，还差100多个就满1000名了。段晨师兄可说了，剑宗弟子还在来的路上，估计今天就能突破5000颗销量。真这么多啊？小十一说的果然没错，聚灵丹的需求真的这么大？可不是嘛！以前管理会的聚灵丹又贵又难买，1颗要8下品灵石，还经常断货。你们这聚灵丹品质好，价格还低，谁不抢着买啊？是不是？哎，长老来了，站好。长老，来看看。这聚灵丹的品质比管理会的还好，价格低了近1半。楚小友果然是奇才啊！那是，以后剑宗的聚灵丹就从你们楚氏丹坊采购了。太好了！谢谢长老，谢长老，多谢长老，我们会保证供货量，绝对不会耽误剑宗弟子修炼。好的。慢走，长老！长老慢走啊！诸位请坐。楚小友，咱们的聚灵丹品质确实上乘，价格也公道。我们金风府商会愿意帮你拓展外部渠道，负责物流运输，只收1成佣金，你看如何？林会长大气，1成的佣金也合理。不过我有个要求，必须保证物流的准时，不能耽误各大门派收货。一旦出现延误，要赔偿相应损失。楚小友放心，我们商会有专门的运输车队，配备了护院，保证货物安全准时送达。这是物流路线图，各门派的位置还有
预计送达时间都标好了。好，我们青蓝派同意合作，先订购5000颗聚灵丹，按合同约定货到付款。如果品质达标，以后长期合作。我们流云宗也订购3000颗，希望楚小友能够保证供货稳定，不要出现断货情况。好。我们星火堂弟子众多，需要1万颗聚灵丹，能不能给个更优惠的价格？这1万颗已是大订单，这样吧，我就按照会员给你按成本价算，1颗只要2颗下品灵石，不过需要你先预付30%的定金。没问题，定金今天就可以付。好。老四，这一单下来，咱们能赚5万下品灵石，够再建2座工厂了。这个呀，只是开始。等渠道铺开，修真大陆的每个角落，全部的丹药都会是我们楚氏丹坊出品的。祝我们合作愉快！以后楚氏丹坊的丹药，我们金风府商会都会大力推广的。好，来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老四啊，真没想到，咱们这生意现在这么好，开业才3天的时间，就卖出了2万颗聚灵丹，合作门派10几个，这要是在以前，想都不敢想啊！陈家村的药材供应也很稳定，品质也很达标，3条生产线全开，还能满足需求。这日后随着订单增多，我估计生产线也得增加。我已经联系了附近的铁匠铺，定制了2台新的流水线设备，估计半个月就能到货，到时候日产能达到2000颗，足够供应各门派。这个呀，只是第1步，接下来我们要炼更高品的丹药，比如炼体丹、火灵丹，同时打开这高端的市场，还要在其他州府建立分销处，让我们楚氏丹坊的丹药传遍整个修真大陆。你还要炼体丹，这丹药难度很高，而且每个人一生只能服用3颗，市场需求会不会不大？这炼体丹虽然服用的次数有限，但是对于想突破体质限制的修者来说，它还是刚需。我们用流水线去生产，能降低成本，让更多普通弟子也能买得起。以后我还要继续改良丹方，让服用的次数变得更多，副作用变得更小。老四，那咱们下一步是不是要开分工厂？我想去东边的青州开拓市场，那里门派众多，肯定能大卖。分工厂呢，确实是必然，但不是眼下这个时机。等我们在金风府站稳脚跟，积累足够的资金和资源，这个时候再逐步的去扩张。侯文，你负责采购更多高品质的药材，务必保证持续的供应。谷负责新设备的调试和所有的流水线，务必保证生产质量。严魂，你先去青州考察市场，摸清他们那边各个门派的需求，然后咱们再进行下一步。好。小十一，你真的要成为修真大陆最厉害的炼丹师吗？不只是修真大陆最厉害的炼丹师，我还要成为修真大陆最成功的商人。以后我要让玄阳派成为我们整个大陆最顶级的宗门，让你和师父师娘过上好日子，让所有瞧不起我楚大发的人都要仰望我。好，开干吧，兄弟们！干！